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资本的播客电波未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Wendy。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们在港交所见证了中国矿区无人驾驶第一股一控之家的敲钟仪式。说起无人驾驶，大家脑子里可能马上浮现的是城市道路上跑着的 Robotaxi， 或者是高速公路上编队行驶的卡车。但事实是，当乘用车自动驾驶还在为何时能够真正拿掉安全员而努力时，荒山里那些尘土飞扬的无人巨兽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商业落地，并成功登陆资本市场。这不是科幻，这是正在发生的商业事实。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控智驾合伙人、副总裁林巧博士，欢迎林博，跟大家打个招呼吧。Andy 好，各位电波未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控智驾的林巧。谢谢林博。首先呢，还是要恭喜一控智驾登陆港交所。首先想问问您啊，听到敲锣声的那一刻，有没有让您在脑海当中回忆起这个创业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时刻或者是一个画面？然后也想问问您说，这个 IPO 对我们矿区的无人驾驶来说，这个意味着什么？您刚刚提到这个敲锣这个画面，想到了某一个时刻，这个问题蛮好的，因为矿山这个赛道啊，其实实际上大家日常生活都见不到，很多人也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日常的工作环境其实是非常艰苦的就是不只说司机艰苦，其实我们的研发团队也是大量的在矿山现场扎根的那今天这个上市，我认为是一个阶段性的里程碑，但是更让我想到的是我们里程碑的一个起点。其实矿山其实它做辅助驾驶其实是没有经济价值是非常低的那只有无人驾驶才有意义。那我就想到了我们当时第一次真正的下安全员的那一时刻。其实我们在2022年的6月份实现了安全员的下车之后，我们所有的运行车辆后面都开始常态化无人了。这是我们中国矿山无人驾驶，我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时其实在这个吓人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就是说在论证吓人的时候，什么状态具备吓人，行业没有先例。后来我们自己定了一套我们的逻辑，比如说我们矿区是一个巡抚往返的一个作业，那我们按多少趟次，全程没有任何的安全性的接管如果有一次接管，我就归零，我的这个从头再来，从头再来。但是我们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搞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有一段时间大家其实实际上都觉得没有信心了不停的往复最终我们实际上是达到了大概几百趟次没有任何的一个安全性的接管以这个为标准，我们在22年的6月实现常态化无人，而且在22年的7月份就对全行业直播，这是行业首例，就全球也是首例，就对着这个我们直接在一个视频号上直接直播了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无人车一直巡抚往返的作业，没有任何接管。那整个行业我认为真正的起点就是这个。其实实际上这个时刻大家看到了矿山无人驾驶是可以常态化无人作业的，它是一个运输机器人的一个能力就具备了所以我认为想到的画面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次上市对行业的一个意义第一个点就是矿山无人驾驶，刚刚您也提到，就是大家日常生活见不到，但自动驾驶其实是大家关注都非常高。但实际上矿山这个赛道我认为是一个无人驾驶最具备落地经济性的一个赛道那我们的上市也让公众知道了这么一个赛道。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数据的公布，大家可以发觉，就是说从技术角度我已经可以具备产品化的能力，从商业维度经济价值也具备了，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就是对行业内的企业来说易控的上市代表了这个赛道其实我做到这个体量对应的是有一个价值锚定的。然后第三个点，今天来说我们的矿山无人驾驶其实实际上像一些就是高校老师说的从追赶到变跑到连跑，其实为什么叫追赶呢？因为矿山无人驾驶实际上卡特小松做得非常早他们研究大概96年就开始研究商业化基本上08、09年他们就开始商业化了那我们实际上18年成立是吧？那是一个追赶的姿态我认为从22年到
这个24年我们是一个变跑的姿态，但是25年开始，我认为从技术能力上已经全面超越他们了。这个其实是这个大量的，因为我们易控支架已经走向澳洲了啊，澳洲是他们的最主要的竞技场啊，整个海外的矿山无人驾驶到现在运行数量大概2000台，有1000台在澳洲啊，咱们国内现在4000多台的，接近5000台的无人驾驶矿卡。那我们易控支架一家是现在已经超过2500台了，接近2600台啊，在运行的一个设备。所以从我的角度，其实易控支架算是让公众知道了啊，我们中国的无人驾驶矿卡的无人驾驶是一个全新的标准，全新的定义。我们你看，在更复杂的矿山工况，其实咱们中国因为矿山的地质地貌的特征，导致它的开采难度更大之后，其实是环境的挑战度会比卡特小松做的挑战度更大。所以我们相当于以一套中国的无人驾驶标准向行业输出，向全球，我认为领跑全球的一个态势已经显现。因为我们其实在走的还是一条这个没有人走过的这个路嘛。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还记起来，就是说之前易控支架的这个同事跟我讲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同事只要是新人入职，都是要到这个矿山现场矿山现场至少是要待不止研发3到6个月的时间，还有我们的行政、人力、财务都得去现场待一段时间。对。就像您刚才讲的哈，就是说我们在听的很多听友就可能会比较熟悉说我们乘用车的自动驾驶，或者是说也听过说一些这个商用车的这个自动驾驶，但的确是对矿卡这个无人驾驶会非常的陌生。想问问您，易控为什么会选择说扎进矿山吃土这么一个封闭的这个场景去做 L4 呢？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蓝总经常说的叫方向大致正确，组织充满活力。那易控支架为什么选择矿山的无人驾驶赛道核心原因我认为有2个方面去考量。第一个就是这个赛道的本身商业价值，就是说矿卡跟其他产业不太一样的，矿卡是24小时常态化运行的，一台车它是一直要运行，所以中国的矿卡如果说按劳动法要求是3班倒，司机就是一台车对应的是3个司机的成本。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话，一台车对应的司机成本基本上1年接近60万按3班倒一个司机15到20万然后到澳洲的话，一台车1年的司机成本是300多万人民币的司机成本。那如果说我做了一个无人驾驶的系统，那这套系统其实它的价值锚定至少是吧？是咱们国内的话是接近60万的一个价值锚定，从商业价值上。第二个就是从商业的体量上，其实从各个咱们无人驾驶有各个应用赛道 ，Robotaxi 大家现在比较火，还有我们的叫港口是吧？矿山矿山的赛道，我认为它是一个从规模来说是一个适中的赛道。整体来说，从代替司机的角度全球的话也是一个1000亿人民币的市场规模。如果说以运力市场，那就是一个10000亿人民币的市场规模，是吧？这个市场体量的话，足以支撑无人驾驶的研发团队的研发支出。只要规模化、商业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公布的，比如说我们24年营收9点多个亿，25年14亿多，是吧？整个这个营收的增长态势也是非常快的。那我们作为无人驾驶来说，有大量的研发投入，那这个赛道如果过小，那也难以支撑。所以赛道本身有刚性需求，又有这个规模，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是从技术的维度和这个政府管控的维度，这2个维度去看的话，首先第一个技术维度，它是一个全封闭的载物场景。这样的话，这个管理可以去做一些规范。在我们技术短期内，比如说我们技术解决了90%到95%的问题，它就可以商业化。这5%的问题，只要可以通过管理手段解决，那大家是愿意去做这一块的一个投入的。特别是因为第3个层面我说的政策方面的，就是说矿山的任何这种事故，它不叫运输交通事故。咱们比如说在公开道路出现的事故叫交通事故，矿山叫生产事故。咱们国内叫一把手责任制。那所以对于我们的客户
还有国家的监管层面都在鼓励矿山无人化都在各方面推动，甚至制定一些相对这个要求就是稳步推进的要求政策。比如说今年我希望这个整个区域无人化率达到多少这样的政策来引导整个行业所以我认为实际上我们是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其实您刚才讲了就是说经济性这件事情上，在矿山的无人驾驶上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对，其实资本市场也关心经济涨。那您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一部分，但是我想跟您再深入的这个探讨一下，我们一控制价现在是怎么样在帮我们的矿山老板们省钱挣钱的？从单车盈利到车队的规模化运营，我们的经济账到底是一个怎么算的方式？这个经济账其实非常好算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生产工具，刚刚提到了它一台车对应的一年司机成本多少，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刚刚说的第一个层面经济层面。第二个其实还有个经济上层面，其实其他赛道大家都不会触及的因为矿山它在偏远地区，所以矿山所有的司机是管出行管住宿那出行住宿的管理成本也是非常高的而矿卡的司机占露天矿的人的1半以上。如果说无人化之后，这1半的人减少了之后，他甚至这个宿舍可以少建了，食堂可以变少了，食堂的管理人员也变少了，我们的管理人员也可以更加专注于矿山的管理的一些事项了。所以这是第一本经济账。实际上我们很多客户其实甚至接受就是无人驾驶，比如说司机成本一年是50万，我们无人驾驶收费收55万，他都觉得可接受。因为刚刚提到的安全它也有管理成本从安全的成本角度他一算我觉得划算。当然今天来说，我认为从24年进入第2个阶段，它一定是相对已经是一个降本的阶段了那我们的司机成本比如说是50万是吧，那我们就是45万每年，或者40万，甚至再往下走一些但是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其实实际上这个毛利还是非常高的，这个是一个可控的这是第一个经济账，我认为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认为矿山的无人驾驶现在走入第2个大的阶段，是增效的阶段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咱们比如说刚刚提到矿卡司机要上班倒，他倒班总得有个交接时间是然后第2个就是总得有吃饭吧那我们无人驾驶之后，这些时间都可以省出来对然后还有我通过智能调度之后，它有一些无效的工作时间也省出来了因为矿卡比如说不管是加油还是这个充电对吧，它原来是人工的时候，这个调度其实实际上是调的不好的特别是比如说充电，矿卡司机把这个充电把车放在充电场他可能自己又得在哪个区域又得有一个人把这个司机接走，那无人驾驶之后不需要这个管理成本了然后呢这个补能策略我们变成了一个叫循环补能，就是我们所有的车都在运行，然后有一些车能量少的时候，我就自主的去补能。原来可能司机自己都搞不灵签，跑着跑着是吧有这个电量还很多的时候就去补能了，那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最经济的效益的一个模式这个是一部分。第2个我认为接下来其实未来我们面向未来还在做一些创新的事项是什么呢？比如说最近我们跟一些主机厂联合开发一种就是运输机器人形态的，就是倒车速度跟勤电速度基本很接近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些矿山倒车的时候很早就到了，倒车路径很长，原来人工驾驶人是倒车跟勤电是开的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的倒车是开不快的是那我们无人驾驶之后倒车的能力跟勤电能力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这个效率又能进一步提高，所以我们认为矿山无人驾驶的终局是新能源矿山运输机器人这种形态一定会比现在的这种整个运输体系效能会提升10%几甚至到20%那这种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就是进一步的效益提升，对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客户来说算账又进一步了
对，实际上国内也有不少其他的这个无人驾驶公司在去做这个矿区的无人驾驶。那一控还是赛道的这个头部玩家，我们的在国内的这个市占率，我之前看数据是在50%左右。从现在往后面去看，您觉得说我们一控智驾的核心护城河到底是什么？首先就是我经常也之前对外说的叫3懂第一个叫懂矿。第二个叫懂车，第三个叫懂算法。这3个层面我稍微展开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懂矿，因为矿山的生产业态大家日常生活是见不到的。它有一套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和逻辑这个也是蛮高深的一个学问哈。那从采矿的纬度，首先第一点，它是一套生产系统，它是一个融合了从设计到生产计划到生产的一个反馈，再闭环回来，如何嵌入到整套生产系统里面。所以对我们做无人驾驶来说，一定要懂这个生产系统的逻辑。有很多专业名词，我这里就不展开很多。比如说它有这个叫矿山里面就是叫钻爆采运排钻爆就是首先要爆破是吧？把这个东西爆了，爆破的颗粒度，然后爆破的区域，无人驾驶怎么衔接是吧？这个装载区的变化，它是一个什么推荐方式？然后我们的作业系统怎么跟它衔接？无人驾驶的车怎么自主的跟它跟进？因为它的道路不是我们公开道路的，基本上都是固化的、固定的，是吧？那它的道路其实实际上是矿山本没有路，真的是时时刻刻在挖出来的，边挖边衔接。那我们的整个无人驾驶怎么跟它衔接的好？从我们追求效率的角度，我希望是挖一下，它很快就到位，就是新挖的区域就变成路了，它就能识别出来。所以我们的众包的这个地图的更新能力要极其之强，就是而且是自主更新不是说这个更新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地图很重，是吧？我地图非常轻，甚至很多区域是无图的策略，也是在矿山我们也是大量的在用的然后所以这是懂矿这一侧。第二侧懂车，其实大家做任何一个赛道都说我要懂车，是吧？ Robotaxi、Robotrack 肯定也会说我要懂车，但我认为在矿山这个懂车的意义跟其他赛道不太一样。核心是矿卡的品类超级多吨位也超级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已适配完的矿卡，吨位从载重45吨到载重220吨全都有。220吨那个车的轮胎直径是3米多，人站在那是一个小不点但是这个吨位不同带来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转向和制动的体系和引矢完全不一样，精度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有很多之前其他赛道的人来做矿卡无人驾驶的时候，经常一上来就车一跑就画龙，因为他对矿卡的这种特性不够了解比如说我们转向的引矢，刚刚提到载重220吨的转向引矢接近1秒钟，咱们乘用车基本上是100多毫秒，对吧？10倍量级的引矢，我们的算法怎么去适配，是吧？这方面其实实际上要考虑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矿卡的能源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我们动力系统现在已经适配的有甲醇增程、燃油增程，然后纯电也有纯燃油这样的一些形态对应了我们的算法，我们的整套系统怎么跟它适配也要考虑的非常深，而且能否做到就是说匹配非常快。因为客户从订了车就希望车一发到款就能无人驾驶跑，如果是一个全新的车型，适配个3个月5个月，那它是需要重新招司机的。如果我们只适配了10几天，它不需要招司机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成本节省巨大的。这在易控来说我们是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是这个赛道内唯一在车辆里面就是我们是做信控的核心零部件的。因为矿卡的信控这个能力其实整体来说要跟无人驾驶匹配的很好，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就是矿卡的主机厂厂商在软件能力上还是相比乘用车，不用说乘用车了，重卡赛道也会弱很多。那我们在这一块的话投入了非常大的，有大量的博士在做这一块的研发，也形成了我们底盘预控的几个核心的零部件，
包括整车的预控，还有我们的自动预控这方面，其实实际上都形成了我们的一个部件的一个能力。这是第二个懂。第三个懂，那就是懂算法。为什么还提这个算法呢？核心是刚刚提到矿山的道路环境跟咱们乘用车完全是不是一回事，它是纯泥土路啊，然后一般来说是挖个泥土路，然后边上堆一个我们专业术语叫挡墙，你要自己的识别，然后这个再加上比如说有一个画面感的事项是我们在新疆的比如戈壁滩、吐鲁番或者哈密区域，夏天你看是50度，又极其干燥，那车一开会是什么状况？灰尘满，尘土飞扬，对，肯定是。然后我们在哈密地区现在有1000多台无人驾驶矿卡，哈密地区它又是一个这个分道口的话，常年刮7级的风，7级的风再加上矿卡，那密密麻麻的尘土飞扬的条件下，我们的算法能否适配，是吧？我们能否识别出尘土，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典型的环境，可能日常生活大家都见不到，我们叫地热器。什么样的状况出现呢？就是这个地面空气突然大降温，比如说经过一夜降个10几度，这个在新疆的戈壁滩也经常出现。地面上的泥土还是温度比较高的，然后地表的气这个温度极低之后，形成了一层白雾挂在这个道路上，就是车的轮胎基本被白雾淹没的情况下，也希望无人驾驶能正常运行。这个是对我们整个赛道来说挑战非常大的。包括今天我也在路上跟一些朋友交流说，我的角度有一些赛道可能比如说 Robotaxi 在算法的一些模型上可能通用性会比较强，因为跑的都是相对来说城市道路，但是矿山道路基本上要从零全部重新训练一遍，而且模型也要做大量的更改来适配我们这个赛道的需求。所以您刚刚提到就是从壁垒的角度，我认为这3个懂的一个融合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特别是核心的管理层，就是他要对这3个懂有深刻的印象。对于其他新进入者或者其他公司，我认为在这个层面，我觉得易控是有天然的优势比如说刚刚咱们聊到我们管理层是吧，大量的人都是在早期都是天天蹲现场的，对，比如说我20年加入易控，基本上是半年时间在现场那因为我们的管理层我们的研发人员是嵌入到矿山生产系统里面，所以在这一块在做任何的一些模型算法适配的时候，我们是深刻懂得矿山的一个运行逻辑的，所以在这一块的壁垒是非常之厚的。那我们回到说未来资本的投资逻辑，就是一直是要去寻找智能化和低单位化这2个大的时代趋势下的这个新的机会。其实我们注意到之前您在未来资本跟腾源加速器一起举办的那场论坛上，您其实也说过，说易控现在我们跑的很多的车绝大多数都是新能源车。所以想请您讲讲说智能化和低碳化这2者的这个结合在易控支架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先总结，就是矿山的智能化跟电动化，我认为跟乘用车有一个质的差异。乘用车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电动化上半场，智能化下半场。但是矿山是电动化和智能化同步进行，甚至智能化加速了电动化。因为电动化刚开始进来矿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相比来说，我们的整个新能源的上游供应链体系它是先乘用车，再商用车，再到矿卡，对，是吧？然后我们矿卡在做电动化的时候，实际上智能化我同步已经成熟度起来了，甚至有一部分结果是我在带着它。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燃油车去做无人驾驶，在矿山领域是不划算的。为什么不划算呢？因为还是回到经济性上。对经济性这个事儿，我们现在的原来在跑的这种叫燃油的宽体矿卡，它都是手动挡的因为自动挡的燃油车油耗巨大，它是远高于手动挡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要做智能化燃油车的手动挡必须自动挡变成自动挡，自动挡的变速箱，比如说载重60吨的自动挡变速箱就得30-40万，
如果100多呢，可能得50-60万甚至上百万。那这个变速箱的成本又没人去兜了。而电动化的车天然适配无人驾驶，对吧？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催生这个行业的时候，实际上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大家就天然的愿意去选电动化的车了。因为电动化之后省油了，对吧？又这个本身的购车成本，因为无人驾驶到来，购车成本也没有增加所以带动了这个车辆的一个电动化。原来如果说这个纯粹的电动化，有一些人这个我们客户还比较犹豫，因为单次购车成本增加比较多。对，但是因为有无人驾驶到来，购车成本可以通过无人驾驶的节省的司机成本两者一融合，综合抵消了很多，抵消了不少所以从这个维度去看，其实实际上电动化跟这个你刚刚提到的低碳化，实际上两者就融合在一块。那我们现在在运行的车辆，我那天看了统计，接近2600台车，纯燃油的就8台要么就是有燃油增程的，对吧？混动的倒是有，但是实际上纯燃油的就非常少了所以衍生出第二个低碳化的一是装备的电动化，第二就是矿山的叫风光储用的一体化。这一块其实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跟宁德时代还有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在探讨这个事儿因为原来矿山发了电，如果都是燃油车没有消化，但现在如果说发了电有电动的矿卡，它会去消纳它那这套体系怎么做分电或者光伏发完电储能做多少，什么区域怎么做，然后我们的电动化和智能化这个充电或者说换电的区域设置在哪儿，怎么是合理的，变成一体化的一套解决方案。这样的话全矿的一个矿山生产真的可以做到无碳化，不是纯粹低碳化了。以后怎么做到无碳化，包括不止运输矿卡，以后可能说其他的装备，比如说像挖机铲车这种都可以，小型的这个装备也都用得上了。对。然后我想跟您聊聊这个最近的一个热词因为本身无人驾驶它其实背后也是人工智能。对那这2年其实随着 AI 的这个快速发展然后我们的自动驾驶有很多的热词都在迭代，比如说之前比较火的是我们讲到说VLA 端到端，一直到今年世界模型又比较火想问问易控智驾在这些前沿技术上的布局和迭代是怎样做的？他们会让矿卡变得多聪明？我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易控智驾在这一块的一个策略，就是前沿技术我们一定是在这个赛道敏感度最高但是呢应用的话我一定是以这个实用去看，有成效我才去用，是吧？那从打法上，其实实际上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团队也会去做一些前瞻算法的探索因为我们的团队能力不弱，比如说从算法的角度，很多榜单，比如说 Argoverse 的预测版Waymo 的那个预测榜单，其实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全球第一这个榜单里面其实有很多数据集是公开道路的那我们去测了之后，其实实际上也能拿到第一这个说明我们团队人员的算法能力底子是不差的其实实际上不叫不差，是全球最前沿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也会跟高校科研院所去做一些前瞻的探索，比如说刚刚你提到端到端其实还没有很火的时候，我们在24年就跟中科院自动化所的一位教授就有合作课题，他去做前瞻的一些探索，结合我们的一些工况，然后探索完之后我们会拿到他这里面探索完觉得好用的东西，我挪一部分进来，再部署到我们的真实的应用端我们自己相当于去他做了一个原理性的探索，我们做工程化包括跟上海交大就做了，其实实际上就是世界模型的一部分，我们当时叫虚拟反真，是吧？是用数据去生成反真数据本质上其实今天的我认为世界模型其实一部分就是反真数据的一个应用是非常重要的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路线对一种路线。然后实际上我们在这一块也是探索非常早的我们做到一个点就是一旦有前瞻的算法
在我这个赛道可用，我们易控支架我认为一定会做到全行业第一个。包括今天端到端，其实我们实际上这个没有对外公开哈那我们其实已经有好几台端到端的车已经在实打实的在跑在测试了这个赛道上很多公司有可能有一些人在宣传，但是我们原则上因为矿山这个领域它叫应用实践，这个是唯一的检验标准，它就是看应用成果。说很多新进的技术客户是不认的，他一定是看到效果了才认，所以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宣传对外宣传策略都是新用了新上了，已经形成这叫某一个矿形成生产力了，我再去宣传。所以我们实际上端到端现在已经在测试了，而且实打实的在某一个矿已经常态化在跑了。其实您刚才讲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ESG 这个方面的。本身港股市场其实是非常看重 ESG 的，然后像您刚才讲的矿山又是一个显著在自然环境工作环境里边它是非常有痛点的这个地方。那我们易控的无人驾驶在改善这些的这个环境上去推动绿色矿山上，我们发挥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其实我觉得刚刚您提到 ESG 嘛，从3个层面 E 这个层面实际上碳排放我们减少其实非常明显的。这个碳排放其实实际上我们的智能驾驶一直推动了新能源的车大规模的在上，带动整个行业的这个新能源化的占比不停的拉升包括刚刚提到全矿的一个低碳化，我们也逐步的通过单点技术衍生开来，变成体系化的一个落地。原来大家都没有抓手，那通过这个无人驾驶这单点技术，发觉最大的抓手把这个拉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层面 E 的层面。第二个 S social 的层面，那我们其实做了无人驾驶，矿山其实最大的微型工种就是矿卡司机。对虽然说好像司机工作没了，但实际上无人驾驶实际上部分司机其实是大量的转岗。比如说我们现在无人驾驶运行之后，那需要有一些做维保的做调度，我们叫运行管理的这些人其实实际上他的工作环境相比在矿车上环境是好很多的，因为开矿车颠簸非常厉害，所以矿车司机都有职业病一个职业病叫尘肺粉尘很多，第二个职业病叫胃下垂基本上都会出现。但是我们通过无人驾驶之后，这2个职业病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从这个治理的层面，其实实际上我们通过无人驾驶之后，矿山有一个特点就是数据的透明化数据的这个直接化。其实以前的矿山生产数据它滞后性是非常强的。比如说它下面的这个每一个矿坑下面它分为几个标段，每个标段的生产数据统计出来校核完基本上是至少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了校核完之后到矿这一级的公司有可能是1个季度了那到集团侧可能会是这个4-5个月的他拿到数据是4-5个月，但是通过无人驾驶之后数据是实时化实时的对所以我们前段时间也给一个集团公司开发了我们叫一个矿山一体化的管理平台就是针对每一个层级你要呈现什么样的数据怎么样的管理方式，我们整套平台分层次的一个这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呈现，对整个他们集团的公司治理觉得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说白了就是最上层的比如说董事长总经理都能看到每个矿实时的一个生产数据情况了。感觉 ESG 是跟这个商业模式是紧密的这个联系在一起的，它好其实就是一件事儿。是那因为您其实也提到说中国的这个矿区虽然很大然后我们的这个市占率也已经很高了，对，但是我们放眼去看看全球的市场其实更大，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澳洲，其实还有南美是不是还有中东，其实都是采矿的大国。对，那上市之后，然后我们易控支架的大航海时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规划？然后我们去跟海外市场这些国际巨头去竞争的时候，我们的胜算在哪里呢？其实我们在成立之初我们蓝总一直提一句话，就是今天的时代的企业，中国的企业一定是全球化的企业，一定要全球，所以我们叫
刚开始叫立足中国，放眼全球，所以我们也是国内最早一家在澳洲布局的，而且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在澳洲布局的无人驾驶公司而且实实在在的现在已经有项目在运行了矿卡的无人驾驶或者做无人驾驶可能跟以前的中国产品出海路径会略有不同，一定是先做发达国家再做发展中国家，我们是秉持这样的策略。为什么这么去做呢？第一个层面就是经济战，刚刚提到了，那发达国家人力成本高，对，而且算账好算账是吧？人家也愿意。第二个就是矿业发达国家，它的标准是全世界认可的，它的管理体系标准，我在那儿做好了，他认为你是世界的普适性的我们的一些澳洲客户之前来我们中国看了很多回，就佩服我们的技术能力，但是能否落地他是存疑的。他觉得我澳洲的管理体系，发达国家矿业管理体系跟你中国不一样，管理方式有差异那我们今天在澳洲已经布局了，而且澳洲的市场其实实际上是矿业大国里市场最大的，所以从易控的角度，我们是新澳洲在南美和东南亚、中亚是吧、中东等等的一些市场，我们也会同步去看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我认为是技术的竞争层面，出海的话必然也会遇到刚刚提到卡特、小松是吧？这些公司主要的一个竞争态势。但实际上后来我们大量的分析，包括我们澳洲团队其实跟他们也原来都有过交道嘛，是吧？大家都很熟悉，发觉易控今天在做的跟他们还没有竞争关系这个很奇怪是吧？我们做的其实是做他们现在还做不了的矿什么叫做不了呢？因为他们的一套算法架构其实实际上是基于您看96年就开始研究的，那时候 AI 基本上没有成熟的一套体系是吧？所以它的整套技术架构是基于自动化体系的架构搭建出来的无人驾驶系统，因此它对矿山的工矿要求规整性，就是它的叫标准化程度是巨高的那我们的这套系统其实实际上是柔性度更高，灵活性更高，所以对矿的要求是降低了所以我们在现在比如说进军的澳洲，在他们眼中就是他们做不到，我们蓝总经常说一句叫到没有竞争的地方去竞争是吧？然后再到这个刚刚提到的东南亚这些这个中东等等的市场我认为它叫我们的技术成熟度要更高，或者说我们的效率一定要更高而不是纯粹的降成本。比如说他原来在这个区域用人工司机开他需要10台矿卡，我们用无人驾驶要做到8台9台这样他的车的成本省出来了，这样我的收费就能单车收费也能继续维持相对是吧出口更高的一个价格能维持住那我认为易控支架在26年已经往这一步去走，而且踏踏实实的走出来。因为我们在国内中国有一个极其巨大优势，就是产业生态的优势，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矿挑战度巨高的矿也有，挑战度相对低的矿很像澳洲的也有。那我们有这样的产业基础之后，我们的易控支架在运行的今天在运行的所有车就是我的一个底子是吧？我的算法模型在这里面打磨好了，那我们出口出去就能做到效率更高是吧？然后来带来你的经济价值。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问一个10年以后的这个事儿如果是让您想象一下10年以后我们到2036年是一座由易控支架全面赋能的未来矿山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事就是包括今天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物理 AI 空间智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认为从2个层面去看这个事首先第一个叫微观层面，当矿的层面，我认为也许不一定到10年，对，是吧？5到10年之间会出现一个矿山所有的装备的新能源加无人化，就是不止运输矿卡我们的在里面其他作业设备，因为矿山里面作业设备种类非常多，就是里面除了矿卡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钻机，就是打孔的
什么装药车、装炸药的车，这里面其实也急需要无人化，是吧？然后在我们生产这个过程中的什么洒水、平路、铲车、挖机等等，我觉得都会变成无人化。那在这一块，我觉得易控支架会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因为我在运行的矿卡，它采到的数据，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矿山物理模型的天然的数据。对不管以后您做挖机还是做其他的，其实都是一样需要这样的数据。经常我跟别人提的一个很有画面感的一个事啊，在一个沙漠的戈壁滩里有一个巨大的矿，然后你假设去参观，然后下了车，发觉有一个叫太空舱的一个综合管理调度室，你打开这个太空舱门，发觉里面坐了2个人，然后这个太空舱在这个矿坑的最高上面，然后窗帘一打开，发觉下面是密密麻麻的装备，都是无人的，然后这2-3个人管着所有的装备，是吧？所有的这个矿山运行就井然有序如果未来的也许到一定时间，这个场景实现了，未来到一定时间，假设能源具备能力，我觉得月球采矿也不过是这样的场景嘛，是吧？对，火星采矿也是这样的场景嘛，是吧？是的。所以马斯克说，月球、火星采矿，我觉得也有机会实现，但主要还是一个能源，假设能达到我们的智能化，我认为在地球上一定会先实现，是吧？然后这是微观层面的。第二个，我觉得宏观层面，那也没法说到月球了，那我认为到地球的每个角落，我认为我们的易控支架的无人驾驶的装备到处都有，是吧？每一个矿方在管理装备的时候，刚刚提到了，它可以实时的看到所有的装备，是吧？动态的在运行，咱们自己都可以休息，机器在不停歇的在全球采矿干活，那全球的采矿业，我认为它一定会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所以从这2个层面，我认为未来的5到10年是非常可期的，而且市场空间，那可能市场又是一个3到5倍的一个体量的一个重新打开。对，这个非常感谢林博带我们走进了矿山深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无人驾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炫酷的城市道路的演示，有的是日复一日的尘土和在极端环境下的坚守和用技术真实改变一个行业的这个决心。那再次恭喜易控支架登陆港交所，也感谢林博今天的分享。好，谢谢大家。最后，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我们的电波未来，我们会持续邀请不同领域的投资人、创业者以及行业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未来的洞见。也欢迎各位听友在 Neo Radio、小宇宙、B 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平台收听我们的栏目，在电波中听见未来。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